我和宋青瓷的1周年结婚纪念日是在医院度过的，他让人狠狠地从我身上抽血，只为救他柔弱不能自理的白月光。后来我暗中生下了孩子，并回到了家财万贯的亲哥哥们身边。他却堵住了我：阿念，我还没签离婚协议，我每天都想你想到疯，可我只顾着养娃和搞事业了，你自个儿就随便吧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乔念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宋青瓷推开客厅大门的时候，刚好是23时59分。青瓷，今天是我们的1周年结婚纪念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把这蜡烛吹了吧。我面无表情地看向他充满怒气的眼睛。可这不仅是我们第1次的结婚纪念日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纪念日了。因为他的白月光洛一雪回来了。客厅电视的新闻里正大声播报着，南城身价最高的星河公司总裁宋总与一神秘女子幽会。不用想，我都知道这个神秘女子是谁。这么多年了，他始终忘不了她，甚至每次他酒醉时喊的名字都不是阿念，而是阿雪。洛一雪这3个字就像是一根针扎在了我的心头上，不断逼我清醒。宋青瓷爱的人始终不是我，也是这根针扎破了我对一切美好爱情的幻想。他见我神色淡淡，一言不发，烦躁地推翻了桌上的蛋糕和饭菜。你别以为这样做就能讨好我，装了这么久，你不累我都累。这些菜可是我整整做了1天的，全都是他爱吃的。跟我去医院，乔念。他不由分说的就让手下的人绑了我。你干什么，宋青瓷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准动他。我跟发了疯一样的要解开束缚，我不能让他伤害到我的孩子，绝对不能。什么你的允许？你又在发什么疯？现在的事已经由不得你了。下一秒，我就被押上了车。车子一路疾驰，到了市中心最大的一家医院。针管被人迅速地插到了我的血管里，暗红的血液源源不断地从我体内流出。本来宋青瓷今晚要与洛一雪一起约会，但却遭遇了车祸。洛一雪虽然只是流了一些血，静养便可，但宋青瓷却执意把我抓来。一切都是你酿的错。如果我们没结婚，我和阿雪就不会分开，今天更不会出车祸。他流掉的每一滴血都得你来偿还。我百口莫辩，因为我了解他，在所有的真相面前，他都只相信他认为的。已经抽了200毫升了，我的手脚开始冰凉。我贫血，他不是不知道的，或者他选择了不知道。更何况，我现在肚子里还有一个新的生命在跳动。宋青瓷，我求你了，我不能再抽了。额头上的虚汗已经慢慢沁出来许多。旁边的实习护士手一直在打颤。宋先生，要不继续抽，没抽到400毫升不许停。他的眼睛眯成愉悦的形状，我知道这是他报复完我之后的快感。在我意识开始混沌的时候，有一道清冷而又熟悉的声音闯了进来。你们这是想要了乔小姐的命吗？是顾医生，之前我产检时遇到的医生。感受到手上的血液停止流动后，我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。宋先生，你知不知道你妻子她已经……顾医生，麻烦你带我出去。我打断了他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我不希望宋青瓷知晓我怀孕，要不然他又要自大地以为我要拿孩子作为软肋拿捏住他了。他那么执拗与疯狂，定容不下我与他的孩子。你又是谁？你知不知道他结婚了？宋青瓷的语气里充满了危险。我知道他已婚，但是如果丈夫一心只想向着外人，
那这婚结与没结又有什么区别？我没想到一向看起来很斯文稳重的顾琛对人起来原来这么的厉害。乔念，没想到你死活不和我离婚，居然还在外面找了第二春，不愧是你。面对他的耻笑，我第一次觉得受到了侮辱。第二春，我与顾医生之间清清白白，但如今听你这么说，我倒很希望自己能有个第二春。毕竟与你认识这么久，我实在无趣得很。宋青瓷还想说些什么，但听说洛医学醒了，头也不回的就回了病房。我果然是个替身和工具人罢了。顾医生，把我放下来吧。虽然这个怀抱很有安全感，也很让人依恋，因为以前宋青瓷从未主动抱过我一次，但刚刚情急下，我真的只想赶紧脱离危险。没事的，你很轻，别怕。顾琛低头看着缩在他怀里的我，长腿一迈，将我带到了地下车库。宽敞的宾利后座，我含着他递来的糖果，静静地看着夜景。会饿吗？我带你去吃茶点。透过后视镜，我发现他那双好看的眉眼正盯着我。我本想拒绝让他直接带我回别墅，但无奈肚子不合时宜的咕咕叫了下。我对他灿然一笑，那麻烦顾医生了，这个人情我下次补上。我们也算朋友了，你以后就直接喊我顾琛。话说我与他确实是有缘分。之前发现例假迟迟不来，我便去医院挂了一个门诊。结果当日做 B 超检查的时候，排到我医生刚好下班了，而因为要抽血检查，我半天没进食，整个人低血糖全在角落里。小姐，你哪里不适吗？需不需要帮忙？顾琛把我搀扶到了椅子上，递给我2个大白兔糖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糖果是他失踪的妹妹最喜欢吃的。春和酒楼里，明明才凌晨4点，这边的厨师已经在热火朝天的准备早茶了。酒楼经理亲自招待的我们，将最具特色的早茶都给我们上齐了。喝着暖胃的粥，再配上鲜而不腻的虾饺，一晚上的不愉快一扫而空。亲自见证了宋青瓷对我与洛医雪的差别对待，我突然发现，一直死守着一份无望的感情太累了。他不爱我，我又何必一直自欺欺人？一直想着他能回头看看我吗？这样好好的为自己吃顿早饭，好好的为自己而活不好吗？没想到你的口味和我妹妹这么像，她最喜欢的也是虾饺。而且你吃起饭来神情也很像她。顾琛说着，又往我碗里夹了一只虾饺。聊起吃的，我们俩就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题。我也主动跟他分享起了很多我以前的趣事。回到别墅时，已经是早上7点了，刚好吃饱了，很适合上楼补个觉。乔念，我们都还没离婚，你就这么急不可耐？一进门，我就感觉到了一股冷气扑面而来。宋青瓷坐在沙发上，棱角分明，一脸肃杀之气。这个时候，你不应该在医院陪着洛逸雪吗？回来干什么？眼前的男人怒火中烧，眼里的火仿佛都能把我烧成灰烬。可是他都能忘记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都能把我压着去给别的女人输血，我又何苦追着他不放？原来你这么迫切想把我推到别的女人身边，那我如你所愿。他起身扬长而去，砰的一声门关上了，又是我孑然一人。美梦是中午时分被宋青瓷的贴身助理江燕打开的电话搅乱的。夫人，宋总他又来邮轮上了。他说只有你能带走他。我苦笑，当初刚结婚时，他不也整日在外面沾花惹草？我去外面抓他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纵容那些女人随意的挑衅我。堂堂宋大夫人，竟然连自己的新婚丈夫都管不住。
有些人靠着爬床当了宋总的夫人又如何？大婚之日，他还不是与我一起过的。以前看到宋青瓷与不同的女人你侬我侬，我还会觉得难受。现在一想，他这么爱风流也好，免得回来脏了我的眼。也许洛一雪回来，逼我更清醒地意识到，这段感情本来就是个错误。我又何必一心念着他会回头爱我？你让他爱干嘛就干嘛去吧，尽快拟好离婚协议就行。我要和他离婚。太太，宋总他……我挂断了电话，眼前浮现出了洛一雪那张清纯无害的脸。还什么只有我能带走他？不过是又想让我被别的女人笑话罢了。何况现在洛一雪回来了，她的风流韵事也不该由我管了。晚上我就被一通电话叫回了宋宅。刚一踏进门，我就看到宋青瓷长腿舒展，一脸看戏地坐在沙发上。原来是因为他白天在游轮上的事情被人故意拍照散播了出去。要在以前，我早就花钱把他撤下来了。但现在我不想管了。他爸妈看到就看到了吧。乔念，你给我进来。是宋青瓷他妈。以前我一听到这个声音，浑身就会开始战栗。可一想到就要离婚解脱了，忍一下好像就没事了。啪！书房里，宋青瓷他妈上来就给我一巴掌。自己没本事绑住老公，当初怎么还敢爬我儿子的床，妄想当宋夫人呢？拴不住他的心，难道连撤掉新闻这样的事都不会干了吗？宋青瓷他爸坐在椅子上稳如泰山，神情毫无波动，好像他老婆讲的都是对的。妈，爬床的事不是我干的。还有，他以后在外面怎么乱来都与我无关了。我要和宋青瓷离婚了。我鼓足勇气，第一次在这个家，这个无数女孩撞破脑袋都想进来的宋家豪门，讲出了最长的一句话：老公不爱，公公婆婆不待见，这个家也没必要待下去了。你确定真的要和我儿子离婚了？一雪刚回国，你不会又要整什么幺蛾子吧？我成全他们，很多东西也许一开始就是个错误，回归原位也好。我神色淡淡，好像在讲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。你们抓紧拟好离婚协议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们放我离开。那还不简单？老爷子，我们一会就让律师拟一份出来。对上二老眉飞色舞的表情，我默默地转开了书房的门把，却被人一把拽了过去。好痛！放开我，宋青瓷！我答应和你离婚了吗？你以为我宋家的少夫人是想当就当，想走就走的吗？我用力甩开他的手臂。你难道不是最想离婚的那个吗？既然你爱的是洛一雪，那我放手成全，你们不是很好吗？你这么想摆脱我，是因为爱上了那个医生吧？你果然是这样的女人。委屈、后悔、失望一下填满了我的内心。你们都说是我爬的你的床，我百口莫辩。当初那些饼干，我也不知道从何而来，吃完醒来，我们就变成那样了。你们家的人口诛笔伐，对外说是我勾引的你。我因此受了多少委屈，你又清楚吗？从上大学起，我每个周末都会坚持到疗养院当志愿者。在那里，我认识了宋青瓷的爷爷。他那时总笑着说要把他的孙子介绍给我。后来我见到了宋青瓷，才明白了别人口中所说的一眼万年。清风霁月的少年，温润如玉，会帮忙在疗养院上的壁廊上画上温馨的油画。回眸一笑，我的心在一片荡漾的波浪里恍若找不到了踪影。青瓷，这个穿着白裙子的人是我吗？我曾天真地问他这个问题，却不知他画的正是心心念念的洛一雪。他迟疑片刻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后来我们一起吃了宋爷爷给的小饼干。
一觉醒来，我和他衣衫不整，双双躺在了床上。宋青瓷他妈一进来就给了我一巴掌，说我是勾引人的狐狸精。宋爷爷一拍板，逼迫宋青瓷娶了我。没有婚礼，只有两家人极其不体面的一场婚饭。宋青瓷他妈口舌相讥，他爸则阴沉着脸，全程无话。我爸妈嬉皮笑脸，喜悦我绑上了金女婿。没多久，洛伊雪彻底消失在了我与宋青瓷的世界里，他却快疯了，一蹶不振，成为了花花风流的宋公子。痛苦的回忆戛然而止，现在洛伊雪回来了，就当这些回忆是场梦罢了。宋青瓷惘然：“你走吧，当年的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。你跟洛伊雪好好过，我们两个就此分别。”丢下这句话后，我转身离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宋青瓷爸妈就让人把离婚的协议送了过来。我简单看了一眼，大意是让我净身出户，这也正合了我的心意。潇洒签字，我拖着为数不多的行李离开了别墅。协议被我放在了床上，等着宋青瓷签上大名。由此，在法律上我们就不再是夫妻了。我是在工作的第3年才嫁给了宋青瓷。早在大学时期，我就与人一同创业，赚了第1桶金。虽然不多，但加上工作2年的积蓄，足够我在林市买下一套小公寓。为了防着势利的爸妈，也为了让自己往后有个避风港可以去。没有人知道这里的位置，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。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大学时，我就读的是珠宝设计专业。按理来说，这并不适合我这种穷人家的小孩读。一个是因为烧钱，另一个则是因为门槛。但从小看到杂志上将是独具匠心、光彩夺目的设计作品，我总觉得全身的血液在沸腾。也是在后来，我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我联系上了当地最大的一家珠宝设计公司，将我的几个设计稿发了过去。它也是江氏旗下最新建设的一家企业，掌舵人正是未来江氏的继承人江毅。我离婚之后还带着一个孩子，我得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行。即使他是宋青瓷的孩子，但与我一样不被宋家所承认，又为何不让他远离他们，做一个自由快乐的小孩呢？设计稿才刚发出1天，我就收到了江氏企业打来的电话，请问是乔念小姐吗？我们的总经理很欣赏你的作品，所以想请你来具体详聊一下。能够被江毅亲自接待，我是从未想过的。原本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毕竟每天上赶着想与他合作的人比比皆是。江氏大楼里，我在一幅戴珍珠项链小女孩的油画前停了下来。与周围气派堂皇的装修相比，这幅画显得格格不入。这幅画在每个江氏企业的1楼都有摆放。听说是失踪多年的千金，江氏已经找了整整20年了。这还是江老爷子亲自为他画的3周岁生日贺礼呢，没想到造画这么弄人。看出我似乎在这幅画前停留了很久，接待人员慌忙过来为我解释。原来是这样，希望他们一家人早日团聚吧。我再次抬眸看了看画上小女孩的眉眼，总觉得与我有些相像。经理办公室里，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才华横溢、手腕精明的江氏继承人江毅。你好，我是乔念。我微微一笑，向他伸出了手。你好，乔小姐。2只手相握的瞬间，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下。乔小姐，有人讲过你长得很像谁吗？冷不丁来了这样一句，我整个人差点懵住。其实我长得不是很像我爸妈，可能有点基因变异。回忆起我的那对势利父母，我心里格外堵。
就因为每次带出门都被调侃长得比爸妈好看，所以从小到大出过最远的门就是上大学。没事，是我唐突了。我总觉得你长得格外像一位故人，眉眼弯弯，很有亲和力。那我真的是荣幸之极。与他待在一起，我总觉得特别放松，好像无意中有什么东西被紧系在一起。没想到乔小姐这么年轻，对于珠宝设计有自己如此独到的见解。我好久没这么大的收获了。与江毅一同讨论了设计风格和品牌理念，他不仅聘请我成为了企业的首席设计师，还邀请我一同共进晚餐。我刚好想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，还望乔小姐不要辜负美意。放在平时，我定会毫不留情地拒绝，但不知道为何，难得遇见一个灵魂和思想上如此契合的知己，我还兴趣盎然。海滨最大的酒楼外，我与江毅一同从他的兰博基尼下车，却一下子就撞见了宋青瓷和骆逸雪。骆逸雪穿着季节限量款的粉色连衣裙，一边撒娇，一边用手亲昵地攀着宋青瓷的手臂，脸上洋溢着沉浸在爱情里甜美幸福的微笑。一旁的宋青瓷虽然气氛低沉，但却没有反对骆逸雪的举动。江毅眼尖，先打起了招呼：“好巧呀，宋总，这位就是传闻神秘没露过脸的宋太太了吧？真是可笑，明明与宋青瓷扯过证的是我，但外人面前，我却几乎没露过面。江总，你旁边这位该不会是新女友吧？”宋青瓷瞳孔微震，眯在一起。没想到你真的如此水性杨花，这几天你去了哪里？江毅看看他，再看看我，顿时反应了过来。乔念，你该不会是……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去哪和谁在一起？宋青瓷，你无权干涉。我给了宋青瓷和骆逸雪一记眼刀，你要是再胡说八道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江毅听此，脸上露出了吃大瓜的表情，但很快打破了尴尬的气氛。乔小姐说得对，宋总还望自重。还有我们两个只是朋友，出来吃顿饭，就不打扰两位雅致了。话音刚落，江毅就想带着我离开，但手臂再一次被宋青瓷抓住。你最好别再处心积虑地出现在我面前，以各种形式。你头脑瓦特了吧？谁想倒贴你呀？放开他！是顾琛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他穿着西装的样子。虽然平时穿着白大褂，也能看出他的气质异于常人，但今日一看，却好像气度翩翩的公子。五官对比起江毅，虽没有特别硬朗，但乍一看却非常相像。乔念，没想到你的情史竟如此丰富，这是脚踏好几只船了吧？骆逸雪迫不及待地想出来刷一下存在感，好像我在他面前出糗很有趣。果不其然，宋青瓷的眉头又深深地皱了下去。结果顾琛却突然扔了个炸弹下来：“你这样造谣可是犯法的，我们与乔念是亲兄妹。”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看向他，特别是宋青瓷，脸上的表情尽是嘲讽的意味。顾琛扬了扬手里的文件，新鲜出炉的 DNA 检测报告，乔念就是我们江氏失踪多年的大小姐，而不是你们宋家眼中没名没分还妄想爬上枝头的势利女孩。据她所说，在医院第一次看到我时，她便觉得我与我们的妈妈长得特别像，不只是眉眼，还有笑起来嘴角的弧度和感觉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她慢慢开始调查我的年龄和饮食爱好，却发现我对3、4岁前的事几乎没有了记忆，而那也正是我被偷拐走的年纪。而我与养父母长得不像这一个点，更是让她坚信我可能她就是失散多年的妹妹江念。而她拿了我的头发检测之后，发现正如这样。我呆呆地望着她和江毅，
他们与我确实是有几分相似，但这电视剧剧情砸到我的概率还是挺小的吧？可为何你姓顾，他却姓江呢？为了一个外人而编造身份，顾医生还真是了不起。是宋青瓷。很简单，我们一开始是都随爸爸姓，但后来妹妹失踪，妈妈太过伤心去世后，弟弟为了纪念她改了姓。江毅说完就颤抖着拉起了我的手，爷爷带着我们找了你这么多年，总算找到了。真的别太狗血，原来我是有2个亲哥的。而且论上家世背景，宋家其实还要比江氏逊色上几分。所以以前是宋青瓷高攀上我了，洛伊雪急的跳脚，乔念你好大的本事，从哪找了这么多人来陪你演戏？这位小姐，你这么说我妹妹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江毅和顾琛异口同声，这种有2个亲哥的感觉简直别太爽。爷爷从国外派了直升机过来，你安心去把孩子打掉。顾琛，不，应该说是我二哥，又来语出惊人了。你什么时候怀孕了？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？宋青瓷挣开洛一雪的手，就冲到了我面前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孕了？在你让人绑着我去医院给洛一雪当免费血包的时候就有了。但反正我们离婚了，这个孩子也没必要继续留着了。透过宋青瓷震惊的瞳孔，我发现此刻自己脸上竟无半点表情。也许从结婚纪念日那天起，我就彻底放下与他的感情了。但为了孩子，我得撒下这个谎言。妹妹，我们上车吧。江毅一边怕我受欺负而揽着肩膀，一边将我往车上带。对了，宋青瓷，我忘记告诉你了，如今爷爷去世了，我们也离婚了。当年的秘密可以告诉你了，给我们下药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的亲爷爷。因为发现了洛一雪的秘密，为了家门，他选择了我做你的妻子。只是如今一切怕是要让他失望了。车子发动，宋青瓷还呆呆地愣在原地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我们的车已经跑远了。当年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你和他会变成这样？对上江毅担心的目光，我将往事一点点摊开。当年宋青瓷本来是要与洛一雪结婚的，但临门一脚时，宋爷爷发现了他出轨的事情。为了不让这种人进门，并且因为发现了我对宋青瓷有意，便在饼干里头使了手段，让我和他顺理成章的在一起。念念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不会记恨爷爷的吧？我只是希望能够在走前看到青瓷结婚。扯完正还没来得及将真相说出，宋爷爷就过世了。也是因为这些事情后，宋青瓷对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弯，觉得我是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女人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大哥，没想到你在外面过得这么辛苦。是啊，短短1年多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肚子里甚至多了一个小生命。直升机起飞，到了邻国。我一直以为欧国才是江氏集团的总部，没想到不起眼的邻国才是。爷爷故意将集团核心建立在了这里，这样宋青瓷也不会找到你了。顾琛随我一同到了邻国，并退去了在周国的工作。本来我随着医疗团队四处奔走，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找你。现在大哥留在国内料理生意，我可以留在这照顾你和爷爷。我狡黠一笑，二哥，可别忘了还要照顾我肚子里这个外甥啊！有了钱，有了亲人和孩子，我还要宋青瓷那个蠢男人做什么？在邻国城郊最大的宅子里，我见到了阔别20年的亲爷爷。念儿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爷爷找了你整整20年。望着眼前这个精神矍铄的老人，我的眼睛一瞬间就模糊了。爷爷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
并且恢复了江念的名字和身份。在大雪纷飞的季节，我生下了小奶团子江金安。从此的围炉夜，3代同堂，其乐融融。爷爷抱着小金安，一脸慈爱和宠溺，2个哥哥则围着我做的饭狂炫。你们这俩小子还不结婚？看看我们小金安多可爱多软啊！难道这都没让你们萌生结婚的念头吗？每到这时，爷爷都要念上2个哥哥几句，看看你们妹妹要事业有事业，要孩子有孩子，还会做一桌子饭，就你们2个只会吃吃吃。顾琛忍不住嘟囔：爷爷，你这也不能怨我和大哥呀，实在是因为像妹妹这样优秀的女孩子太少了，而且我们家有小金安就够了。不骂舅舅，舅舅好，会给安安糖果吃。我刚会讲话的小奶团子，每到这时就会出来维护他亲爱的二舅。二哥说：你是不是又给他偷偷喂糖果吃了？我放下筷子就开始追打顾琛。妹妹，我冤枉啊！你儿子怎么刚会讲话就污蔑我这个好舅舅呢？一片欢声笑语。我还以为这样平静安宁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我再次遇见了宋青瓷。大哥临回国时感染了一场严重的风寒，而集团在国内的珠宝设计又在转型关键期。爷爷，我先到国内替大哥接管吧，小金安，你们先替我照顾。我主动请缨，毕竟这2年集团在邻国总部的生意被彻底接到了我手上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爷爷对我能力的信任，而我也没有辜负他的信赖。不行，不能让念念回去，那个男人就在国内，万一遇上了呢？我二哥第一时间出来反对，要去也应该我去。我忍不住给他翻了一下白眼，就他那经商的头脑，我还真不敢恭维。听说他从小就不喜欢做生意和画画，一心只想学医。你那能力能比得上你妹妹？念念要是想去就去吧，有些东西没斩干净原丝怎么断？爷爷的意思是当年的事情也该有个了断了。他从抽屉里取出厚厚一沓信封，他早知道你在这了，只是从未亲自寻过来。你也回去彻底做个了断吧。二哥，把这些信烧了。我眼皮子都不想抬一下看那些信一下，毕竟男人迟来的深情比草还贱。顾着奶娃和扩大生意版图，谁还会记得这位前夫哥呀？周国集团的食堂里，我兴致盎然地吃着刚打来的饭，果然大米饭还是得国内的好吃。邻桌有对实习生正在窃窃私语，你听说了吗？宋氏集团的董事长前段时候把机场到市区的路新整了一遍，听说是他的前妻要回国了。就是那个之前以风流花心著称的宋青瓷吗？他不是把前妻气跑了后开始大搞事业？可不是吗？我男朋友就在他们公司，听说是要给他在异国的儿子挣一份超级大的家业。但他现在孤家寡人，确实能继承家业的也只有这一个儿子了。也不知道他前妻是谁这么飒，说走就走，让人家宋总追妻火葬场，还真是有趣。我以为宋青瓷怕是已经和洛伊雪结婚生子，2年抱俩了，没想到居然改邪归正了。晚上受邀参加了一个宴会，觥筹交错间，我恍惚觉得有人在楼上看我，一回头却又不见了人影。乔小姐，又见面了，有没有兴趣去外面看看烟花？我回头，原来是江氏的老客户池静婷。池总，这要巧，你不是很少回国的吗？怎么突然这么有雅致过来参加晚宴？我故意调侃他，但心中答案已有8、9，还不是因为乔小姐那么难追，我要不主动点，说不定你哪天就被人拐跑了。我扶了扶额头，桃花太好有时候还挺麻烦的。你不会醉了吧？
我带你去坐一下。刚想拒绝他，就有一道清冷的声音从前面传来：放开他，她是我妻子。不是谁，来人正是宋青瓷。2年多没见，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消瘦，但气场也被练得十分强大。你不会是小金安的亲生父亲吧？池敬亭一脸被噎到了的表情。有一说一，我家小奶团子确实遗传了他爹不少基因优势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他二话不说就要带走我。行啊，刚好酒也被你吓醒了。我放下酒杯，与宋青瓷徐徐走出了宴会。阿念，你跟之前很不一样了，因为没有男人可以操心，可以多活几年了。我一开口直接堵死话题。我还以为他要带我去的是什么特别的地方，没想到竟是当年我与他初识的疗养院。我一直以为是你给饼干动的手脚，所以结婚后一直气你，觉得是你毁了我的人生。但你走后，我却发了疯的一样想见到你，却发现我们2个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有。我给你寄信，却石沉大海。我知道不该打扰你，但一想到过去的种种，想到你身边可能会有新的男人，我就很难过，只能不断地通过工作来麻痹自己。这就是男人迟来的深情吗？我转头直视他的眼眸。所以呢，复婚，把孩子带回来找你。见他沉默，我继续狂吐槽，这个碧廊上画的白裙女孩是洛邑雪吧？你每次酒醉喊的都是她的名字，而不是我。你在外面瞎混的时候，我在家里守着灯等你一整晚。别再自我感动了，宋青瓷。不论你是因为事情的真相，还是孩子想挽留我，都不需要了。我只想为自己好好活。这是第一次，我在这个男人的眼里看见了泪花。我画的是你，我在外面是做做样子的瞎混，目的是为了故意让你生气和吃醋。以前是我混账，可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，我只想放过彼此。我沉默不语，只想赶紧离开他。宋青瓷却是一把子堵住了我。阿念，我还没签离婚协议。我每天都想你想到疯。宋家少夫人，只有你能担得起。我头疼，所以法律意义上我和他还是夫妻。你快点签了，明天送过来。我下午5点的飞机，别耽误我的第2春。第2句话是故意刺激他的。还有，每年暑假你可以直接来陪金安，你是他的亲生父亲，这个我无法抹灭掉。但以后他想要如何选择人生的路，我们都要无条件支持。大意就是以后儿子长大了想跟我还是跟这爹，我都没意见。毕竟他这便宜老爹虽然人不大行，但造钱能力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而且他若真这么长久深情，怕是以后整个宋家产业都是我儿子的。他这样孤寡倒也是很不错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第2天登机前，我总算拿到了离婚协议。男方一栏潇洒签字，宋青瓷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羽绒外套，旁边还拉着个大行李箱。这是搞什么幺蛾子？我决定正式开始追求你，江念小姐，请给我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机会，哪怕追你追到我撒手人寰的那天也值了。所以昨晚那些话，他是一点都没听进去，还直接变恋爱脑了。所以你跟着我回邻国是这个理由，不只为了追求你，更是为了把所有资产交到你和儿子手上。很快我就是个穷人了，你得负责养我。飞机起飞，意识到旁边座位灼灼的目光，我直接戴上了眼罩。看来被人念念不忘的滋味终究还是不太好承受啊。但是看他这么深情，姑且给他一个与别人一样追求我的机会吧。毕竟未来还长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
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